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又添大女剧，男主气质演技获赞，这阵容看起来不亏。有些作品注定不凡，把演员和导演都透露出来，包括剧情，让人有期待。作为圈内红人，又被称为当红花童的杨紫，无论什么作品，总能给观众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。有话题扯远了，她新添了一部大女剧《长相似》，还透露了题材是仙女剧，还爆料了其他相关信息，比如剧情内容和她合作过的男主被夸气质和演技，给作品带来了更多的底线。这个阵容真的是看不下去了，这么多题材，能不能走入观众的视线？前台宣传相当重要，有些作品造势相当好，展现人物造型，包括合作演员的演员阵容以及幕后的制作团队，足以让观众一阵好奇。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演员大显身手，把观众拖进剧情。作为当红艺人的杨紫，无论什么样的题材，什么样的剧本，总是让观众抱有很大的期待。而她配合演员的水平，有老演员，也有顶流。再优秀的演员，不能缺少拼搏的精神，不可能靠一两部经典作品总能红红火火，这是不现实的。只有提高能力，打磨演技，才能得到更多人的青睐。事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杨紫，并不满足于现状，也会挑战更难的科目。最新入榜的是场景，这证明她有足够的剧源。已经透露的信息是，与她合作的演员有气质和演技，潜力和发展空间很大。演员要展现自己的演技，得到观众的认可，实属不易。在圈子里苦苦挣扎很久的人那么多，演技和画风还是蛮不错的，只是缺少这么一点机会和机会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出演重要角色，只能扮演配角。但是你不能放松自己，只要你努力过，总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。很看好杨紫再次参演大女剧，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剧。有一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某些演员参与的工作被认为是有很大的期望，收视率和质量在热度向上的位置，几乎是被看好的。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青睐，是因为演员阵容，而且剧情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。最长情剧组带来的好消息是，男主是张兰一，他身上有无限可能，潜力巨大，空间很大，与女主相隔仅1年。他们一起出演了一部神仙剧，瞬间引来不少话题。有的演员因为长相有优势，塑造了让人一看就期待的形象，比如张兰一。古装剧中的造型被夸得相当惊艳，堪称古装美男。任何举手彰显男神的风范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让人有无限遐想。通过他带来的系列演技，足以成为一名资深的老演员，是观众心目中非常有前途的演员。在90后艺人中，是非常优秀和具有代表性的一位。这部作品再精彩，也只有找到合适的演员参与，才会让观众对剧情产生更多的期待。以杨紫的能力，各种高难度的角色都能被她轻松驾驭，展现出非常流畅的演技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在她手里再添一个大女主，还是一部古装剧，让大部分小伙伴都很好奇，这部作品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成绩。男主有气质有演技，这样的作品，看到演员阵容，看不到真的输了，你觉得呢？02刚演完《余生》，如今又客串《好好说话》，郝文婷演得太好了。好好说话除了男女主陈晓和王晓晨之外，其他配角阵容也都是大家经常在荧幕见到的老熟人了。比如今天要说的是郝文婷，她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万春梅。这个角色其实在今年之前，很多人对这位演员还是很陌生的，但是在前段时间的爆款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里面，郝文婷的表现却圈粉无数。在《余生》里，郝文婷饰演的是林之孝的母亲李女士。虽然表面上李女士总是咋咋呼呼，非常凌厉霸气的样子，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内心非常脆弱细腻的人。在她的身上，一方面让人看到了平凡而又感人的夫妻情，虽然她对丈夫平时都是一副凶巴巴的模样，但实际上却非常的在意和体贴的。老林从生病开始，包括检查出癌症，基本上都是李女士跑前跑后。当得知丈夫病情的时候，李女士当即崩溃在女儿的跟前嚎啕痛哭。还有后面李女士跟女儿讲自己和丈夫的婚姻爱情，那种嘴上瞧不上但心里满是幸福的模样，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年父母爱情的平凡和美好。
另一方面，在李女士的身上还让人看到了亲切感人的母女情。相比老林对林之孝的各种安排和教训，李女士对女儿则是非常的包容和疼爱了，同时对女儿也非常的开明。两人的相处就像一对好姐妹、好闺蜜一样，这种亲密无间而又非常知心的母女情，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啊。总之，郝文婷饰演的李女士是非常成功、非常出彩的。而刚演完《余生》后，如今郝文婷又客串《好好说话》。这部剧中，郝文婷饰演的万春梅出现在一个婆媳矛盾的案件中，婆媳之间互相都有偏见和意见。婆婆为了争夺孙子的抚养权，一度要给儿媳妇张罗相亲对象，而儿媳妇也是各种不让婆婆看孙子，也是非常有现实性的一个案例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万春梅只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、非常朴实的中年女性，跟《余生》里的李女士不一样。万春梅一出场就是一种非常淳朴的模样，在跟婆婆争吵的时候，那种泼辣市井的镜头也非常的逼真形象，让人瞬间就感受到了中年市井妇女的那种泼辣劲儿。而万春梅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哭戏了。在阳光和廖望一起调解这起婆媳矛盾的过程中，大家了解到，其实万春梅并不是一个看上去那么泼辣的儿媳妇，她只是为了让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。原本丈夫去世后，自己为了赚钱养家就已经非常辛苦了，但还要天天面对婆婆的这种针对，无比劳累和压抑之下，难免会情绪崩溃。这些时候，万春梅那种崩溃痛哭的表现，郝文婷的演绎真的是很生动、细腻、感人啊！从《余生》再到这部《好好说话》，李女士和万春梅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，不管是幸福美满的优雅女性，还是压抑劳累的普通女性，郝文婷的演绎都非常的成功，给人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郝文婷演得太好了啊，绝对也是一位妥妥的实力派好演员啊，你说呢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